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大药学系王季娟。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每个人的个人资料是如何运用在这一次对抗武汉肺炎的疫情当中，促进我们全体国民的健康。首先一开始以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磐石舰的例子做说明。这张图呢是中央指挥疫情中心在磐石舰群聚染疫的时候公布的舰上官兵在台湾的这个个案足迹。那相信大家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个想法一定是我要赶快看看我在这个中央指挥疫情单位公布的这个时间跟地点内，是不是有去过同样的地方进行停留？那大概停留了多久？回来是不是有需要进一步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或是甚至进一步进行自主健康隔离？不过我想当时在大家回想过去的14天，或是在这些时间点内有没有去过类似地方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要回想我们在过去的几天内去过哪里，待了多久，跟谁见面，搭乘了哪一些交通运输工具，其实是有一点点困难的。也因此我们其实会需要一些辅助，最好是有一个自动记录的系统帮助我们记录，提供资料，这样是比较准确而不会有疏漏的。那这件事情我们也会在后面的投影片当中稍微跟大家讨论一下。以这张图为例呢，其实中央指挥中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大家如果仔细去想的话，图上的这些绿色的足迹分布图都是由确诊个案官兵的个人资料所汇集而来的。所以说这一张图的资讯完全就是依靠了确诊个案的个人资料而得到的。但是指挥中心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也就是说这些个案的资料其实是经过了汇总，而且去识别之后才呈现给大家的。所以在图上我们其实完全不知道这24名确诊个案的个人资讯，我们也不会知道哪一些案例在什么时间去过哪一些地方。所以这样做呢，其实是保护了这一些确诊个案的隐私，但是同时这张地图又提供了指挥中心以及社会大众非常有用的资讯，让我们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的风险可能是高的，那以及这些时间地点上有暴露的人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处置。那以新冠肺炎为例，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其实是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慢慢的一边进行防疫一边学来的。透过所有的这些确诊个案的资料的收集，包含国内以及国外的报告，我们可以知道新冠肺炎的患者如果被病毒感染的时候会出现哪一些症状。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都不太一样，所以被新冠肺炎病毒感染之后可能出现的症状也会有所差异。也因此我们其实是需要收集很大量的这个相关的数据，最好是全部的这个确诊患者的数据我们都可以有，那我们才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些资料呢，比较能够了解说到底得到新冠肺炎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症状。好，那所以说大家呢，可能最近就是在这个网络上或是媒体上，常常就会看到关于这个武汉肺炎各式各样的统计。除了图上面的这个症状统计之外，或许大家会看到，得到武汉肺炎之后死亡率是多少，痊愈的人多少，痊愈之后有没有后遗症，那潜伏期大概是多久，或是感染之后大概多久内呢是容易传染给其他人的。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靠了这些确诊个案他们的个人资料汇聚而来，我们才能够对这个新形态的疾病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那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呢，得到武汉肺炎的人大多还是以呼吸道症状为主，最常见的就是咳嗽、发烧、喉咙不适等。另外我们前一阵子很关心的，也就是说无症状感染者的部分，在图上也有清楚的呈现。大概有 7% 的人其实是感染了武汉肺炎之后是不会有任何症状产生的。那虽然呢，我们可以透过收集这些确诊个案的这个资讯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新冠肺炎的全貌，可是单单只有这样还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了解，当一个病人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涕的时候，他到底是比较可能有新冠肺炎发生的感染的几率，还是他其实只是一般感冒呢？所以除了这个新冠肺炎患者的资料以外，我们更希望收集其他人的数据，包含流感跟一般感冒的人的资料，来进行比较，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新冠肺炎的样貌。那这张图上呢，列了前面举的几个常见的症状，黑色部分是指在这3个疾病当中比较常会被观察到的症状，而灰色的则是分别在这3个疾病当中比较少被看到的症状。所以透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新冠肺炎跟流感和一般感冒比起来，还是有它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新冠肺炎的患者，它比较常会出现嗅味觉改变这样的情况，但是流感呢，比较常出现的则是肌肉酸痛或是关节痛的症状。而如果得到一般感冒的人，常常出现的可能就是打喷嚏，但是打喷嚏这个症状，其实在流感跟新冠肺炎里面来讲是比较少见的。那在以医学研究上呢，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虽然我们很需要病人的资料来了解这个疾病的样态，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需要收集其他人的资料，或甚至是健康人的资料，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疾病发生的原因以及它的预后的结果。比如说以现在常常听到的精准医疗或是个人化医疗，在癌症治疗的部分，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比较病人与一般人呢，了解说哪一些基因或是哪一些环境因子或是个人健康行为，比如说抽烟喝酒等等，跟某一些疾病发生的关系，或是在病人群当中，我们会挑出对某一些治疗反应比较好的人，去跟那些对治疗比较没有反应的人进行比较，看看是不是哪一些基因或是身体的代谢或是一些不一样的癌症的细胞的表现，影响了他们对治疗的反应。透过这样子的分析，我们更可以知道呢，这个人他如果带有什么样的基因或是什么样的特性的体质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治疗，而达到个人化以及最佳化的治疗目的。好，那前面谈到了一些资料的运用，接下来我想简单跟大家讨论一下，那我们要怎么样收集这些很宝贵很重要的资讯呢？同样的呢，我们以这次的疫情为案例来跟大家说明资料的收集。这个案352其实是一个北部男性的店员，他在一开始被确诊的时候不太确定感染源为何，所以当时呢引起了一点点小小的紧张，担心说是不是有社区的潜在的感染的可能性，让这个店员在结账的时候不知道接触了谁，然后而被确诊。不过后来透过指挥中心比较仔细的疫调发现，其实他跟前面的个案301有一个比较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也因此呢怀疑说案301其实就是案352的感染源。那这个例子呢就显示我们前面一开始跟大家所讨论的，如果是用这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去询问个案或是询问我们的受访者而获得相关资讯的话，其实是非常受限于这个被访问的个案它的这个记忆程度以及它的配合度。那往往呢我们在询问的时候有可能是个案回想上的限制，或是当我们在抄写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错误，那导致于我们这个资料可能是比较不完整或是不正确的。除了这个记忆的限制之外，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生另外一种情况，叫做过度回忆。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生了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很努力的想要回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现在的这个事件。比如说，大家应该都有过吃坏肚子、拉肚子的经验。当我们拉肚子、上吐下泻很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很努力的回想，我到底昨天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为什么我现在会拉肚子。但是往往呢，我们都想不出来自己昨天早餐吃了什么。那我就开始很努力的回想我吃了一个茶叶蛋，之后肚子还是很饿，我又喝了一杯牛奶，还是吃不饱的时候，我又跑去吃了一根香蕉。我想一想，一定是喝牛奶又吃香蕉害我拉肚子的。这个时候呢，因为已经发生了事件在拉肚子，所以我们反而会去很用力、很仔细的回想，
那些跟这个事件可能有关或是可能无关的细节。那有时候呢，我们反而会过度的放大了一些可能不是那么重要，或是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不存在的这个错误回想的状况出现。那这个其实也是回想上的另外一个限制。好，那以回到这个案301来看，为什么他会忘记他就是跟他的好朋友有一起就是喝饮料？那原因是因为他其实在确诊前的这个活动史是相对是比较长的。这个案301呢，他在2月底到3月初的时候去了美国旅游，那回来之后3月6号出现咳嗽的症状去看诊，在3月15跟3月25呢，因为咳嗽的症状持续没有改善，又分别的有2次就医记录，一直到3月28出现了发烧、咳嗽、气喘等症状，才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武汉肺炎。那大家其实可以从图上看到，从3月6号到3月28这样子一个超过20天的时间，要去回想说跟某一个人在一起喝咖啡1个小时，相对来讲的确是困难的。而且呢，如果这个个案在确诊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要他去回想这些细节，也是在这个个案的负荷上，可能也是有相对的限制。也因此呢，我们如果能够透过一些电子化的系统，帮助我们自动的产生记录，去记录这些过去发生的时间跟事件的时候，其实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疫调的速度，以及这个疫调资讯的完整性跟正确性。那当我们需要汇整这些资讯，或是需要去做使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快的透过医化的方式去进行有效率的处理，甚至是分享。好，那政府在这一次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在抗疫的期间呢，其实政府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整合了现有的资讯系统，来帮助我们更快速的进行疫调，以及进行一些相关的防疫的处置。那大家常听到，其实大概就是这3个相对应的资讯系统，一个是健保资料，另外一个是出入境资料，第3个则是大家的手机讯号。健保资料其实就如同上面一张投影片跟大家介绍的，它可以很快速而且很正确的帮助我们去回答说每一个个人他的这个就医的记录，他的过去的一些疾病的历史，以及他就医的地点。以案301来说，他在确诊前曾经去诊所看诊过3次，透过健保资料，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他是什么时间去了哪一个诊所，因为什么样的诊断而看病的。那不仅仅是疫调，对于他曾经去过的这个诊所呢，我们也可以很及时的去匡列有相关的接触人员，并进行进一步的隔离或是处置。出入境资料则是提供了我们很好的这个旅游史的追踪，让我们第一线的人员呢，可以透过健保的资讯系统，很快速的看到这个个人他是不是比较属于高风险，因为过去的一些旅游史的暴露。最后一个则是现在大家讨论也很热烈的手机跟基地台交换的资讯。那这个资讯其实不仅仅是帮助我们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的人的追踪，那也是前一阵子很热烈讨论的这个人流的热点的管制。那透过这样资讯系统的整合以及交换，其实是更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掌握疫情，以及如果有需要的时候进行有效率的疫调。那前面讲过了，就是大家个人资料的应用以及资料收集。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跟大家简单谈一下，那我们健康资料又是如何可以促进我们医药的发展？同样以现在很热门的这个例子跟大家说明。最近呢，大家都在讨论说卡介苗是不是一个潜在可以预防新冠肺炎的一支疫苗？那为什么卡介苗会跟新冠肺炎扯上关系呢？其实从这个免疫学的理论上来说，虽然卡介苗它最一开始是特别针对这个肺结核而发展的疫苗，但是透过疫苗的注射，可能我们整体的这个免疫力，尤其是对抗新冠肺炎病毒免疫力也会被提升。因此有一个理论是说，透过这样非特异性的免疫反应，卡介苗可以达到就是预防新冠肺炎的目的。除了这个免疫学上的例子之外呢，其实引起大家注意卡介苗的其实是2篇就是比较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卡介苗似乎是可以降低新冠肺炎的发生率跟死亡率。
好，那接下来就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这2篇引起大家注意卡介苗的研究。第一篇呢是去看卡介苗接种与新冠肺炎的发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作者把卡介苗接种的这个状态的国家分成了3群。最左边这一群是中低收入的国家，但是他们有推行卡介苗接种这样的政策。中间黑色圈圈这一群则是中高收入的国家，同样的有推行卡介苗接种的政策。最右手边这一群红色的则是中高收入国家，但是没有实施卡介苗施打这样的政策。那纵轴表示的是卡介苗就是武汉肺炎的发生率。所以从图上可以看到，右手边红色这一群呢，没有提供卡介苗施打政策这样的国家，他们的武汉肺炎发生率其实是比中间这群黑色的同样是中高收入但是有施打卡介苗的国家来得高。那蓝色的呢，虽然它是中低收入，但是它有提供卡介苗施打政策的国家，则是武汉肺炎发生率最低的一群。在死亡率部分也看到同样的趋势，也就是说，没有施打卡介苗政策这些国家的武汉肺炎死亡率，比起有施打卡介苗政策的这些中高收入或是中低收入的国家都来得高。不过因为这个研究呢，它其实是在国家的层级去进行比较，而不是在个人的层级，所以说除了这个卡介苗施打这个政策以外，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群就是没有打卡介苗国家，他们的发生率跟死亡率都来得比较高。比如说人口的组成，会不会某一些国家的年龄层是比较高，某一些国家年龄层是比较低？其他公共卫生政策的施行，比如说没有打卡介苗这些国家，他们是不是其他的疫苗施打的比率也是比较没有那么普及，或是他们其他一些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这个规范跟这2个有施打卡介苗的这2群国家是有所不同的。又或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的这些国家，他们可能是因为检疫的能量不足，所以说他们回报的案例数跟死亡数都会比较少。也因此现在还是需要一个临床试验来进一步的去验证跟确认卡介苗跟新冠肺炎的这个关系。那另外一个研究也是类似上面，他去看有没有施打卡介苗疫苗这件事情呢，去预测说这些不同的国家它之后会发生新冠肺炎的数量以及死亡率。那上面这个图 A 跟图 B 表示的是透过预测模型预测说呢新冠肺炎的发生的案件数。下面这个则是呢预测模型显示的新冠肺炎的死亡数。同样的，作者也把国家分为3群，红色线的是没有施打卡介苗政策的国家，绿色线则是过去曾经有施打卡介苗但现在没有，而蓝色的就是像我们台湾这样现在仍然有在推行卡介苗施打政策的国家。那不管是从发生率或死亡率来看，或是从这个不同的预测模型的方式来看，结果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现在仍然有在推行卡介苗施打的这些国家，它的武汉肺炎的发生率跟死亡率都比没有推行卡介苗施打政策的国家要来得低。也因此，透过这2篇研究的结果，大家似乎看到了卡介苗的施打与武汉肺炎的发生率跟死亡率当中有一些关联性，所以也针对卡介苗开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好，那以上简短的报告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得清楚。那从以上的内容，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明白的看到说，每一个人的资料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有用而且非常珍贵的。不管是从临床服务诊断，或是判断这个病人感染武汉肺炎的风险，到中间健康政策的推行，一些这个防疫政策的评估以及推动，以及到最后面我们这个医药研究的最后面的这个开发端呢，其实都是需要大家的资料来支持的。好，那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以及最后祝福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度过这次的肺炎。那希望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早日的恢复正常。谢谢大家。